我是 ET，我是 Steven，欢迎来到老兵聊电影，又回到这个地方了。对，这是哪里？这是有很好吃的东西的地方，很好喝的咖啡。三瓦咖啡是，其实我觉得真的蛮好吃。我目前来你这个地方吃2次，评价都非常高。对，我们下次要来试试看它的水饺，它的水饺也很好吃。你们的水饺什么名字？叫老水饺，因为我们是死外省人。荧幕会暗，老兵会淡出，但经典的精神永不退役。欢迎收听老兵聊电影。你讲一下有没有听过这个音乐啊？不要弄声音，然后对这个音乐有崇敬的心态，好吗？哦，星际大战 ，Star Wars，我觉得音响很好。对啊 ，Amazing！ 星际大战那么多，有9部哎，你要讲哪一部？好，今天我们就是要讲，在我心目中，星际战只有6部，6部而已，没有到9部，所以 JJ 拍的都不行。啊，什么东西？你再讲一次。我不承认有最近这3部曲啦，受不了这故事耶，真的很烦。但是外传其实还蛮好看的。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距离它上映将近半个世纪啦，应该还没有到，我记得是1979年还是78年之后，77年，对，77年嘛。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科幻史诗，对，叫《星际大战》。星际大战系列就旧星际大战系列，新希望、帝国大反击、绝地大反攻这3支，我觉得太经典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来聊这件事情，是因为它的影史地位是那么的高。我今天来讲一个在上映的时候被骂到臭头的3部电影前传3部曲，是哪3部呢？首部曲是《威胁潜伏》，第2部曲是《复制人全面进攻》，对，第3部曲是西斯大利的复仇。对，还好我都记得，因为我是他的影迷。7、8、9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我完全不记得他们的片名，我看过也不记得他的故事。这很气耶，真的很气。但我觉得第8部不难看，我喜欢第8部。对，但我觉得你很清楚可以看得到卢卡斯影业和迪士尼影业灵魂已经卖给迪士尼影业了，真的是都没有灵魂了。那你喜欢《星际大战外传：侠盗1号》？超好看。对啊，我也觉得蛮好看的。但其实卖座也不佳。就是他的评价并不是高的，大家对他喜欢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影迷看到莉亚公主出现的时候，或黑武士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激动。我在戏院大叫真的啊。但其他人不就被你气死？没有啦，大家都拍手啊。对啊，台湾人好不会拍手，呼叫啊，尖叫啊。对，但我觉得台湾人不懂这个东西，因为星际大战这系列在台湾卖座没有特别的好。像我妈就说她不懂为什么我那么爱星际大战，她无法理解这件事情。最近这3部我都是首映第1天就去戏院看，并没有很多人。有一次我去看第7部曲的时候，戏院没有满座，真的大一半而已，而且有很多外国人。对，你就知道说台湾，你其实对这个 IP 并没有那么喜欢。我希望从《星际大战》3部曲、西斯大利的复仇集大成的这部片，来看前传3部曲的价值。上映当初，就连我这个影迷都有感受到，大家对他故事批评到体无完肤。就是他把一个奥斯卡影后娜塔莉波曼搞得像是一个木头人。安纳金也不知道干嘛。演安纳金那个小朋友，首部曲那个小朋友，我记得他长大好像有阴影，因为我记得他有个访问里面说，他好像都在学校被人家笑。为什么？我觉得童星就有这个问题，童星没有被保护得很好。像娜塔莉波曼，其实他也是童星出身的。娜塔莉波曼是犹太人。你知道吗？他们非常注重教育。你看，娜塔莉波曼是哈佛毕业的。我觉得童星们不要一时被那些光环冲昏了头了。他后来演这部片的时候，也是他大概年纪也比较长的时候。我记得我高3要升大学的时候，刚好是他上映的时候，然后我就去电影院看，而且是我一个人看的。那个悸动，星际大战是让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媒介的这件事情，它能够改变一个人。是我从《星际大战》这一系列电影所能感受到的。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他是不懂星际大战，他也不知道他演什么。就像我阿姨，她说怎么看到一群人一直跑来跑去，她不知道在干嘛，不知道在干嘛，一个星球跑到下一个星球，然后她都不知道他在演什么。我有听过一个讲法，那时候跟《星际大战》算是齐名吗？Star Trek， 对。Star Trek 一直有很多不同的翻译耶。星际争霸战
有些人翻译银河威龙、银河飞龙还是什么？它是电视影集出身的，对，它不是电影，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台式翻译的东西，就像以前那个李麦克，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个霹雳游侠，对，车子会讲话那个，就是也是有很多翻译啊。对像不可能任务其实也是电视影集翻过来的，虎胆妙算，对，跟不可能任务也差很多啊，电视翻译的关系啦。没有，我听说有一个讲法就是，喜欢看 Star Trek 的人，内心比较偏共产党。然后喜欢看 Star Wars 比较偏美国英雄主义啊，对，因为就是自由、民主自由啊，很明显啊，因为 Star Trek 就是要讲什么，在银河系它是要拓展边界，它是要认识更多朋友的，有点共存共荣、共荣繁荣，它就是很接近共产党在迷惑人心的时候的假话，你知道吗？真的，充满了谎言啊！就是你说你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可是你无法接受人民拥有权利啊！对啊，因为你是自己想要掌控权力啊。世界上只有你承诺才是共产党啊，别人都不是啊。修正主义就是苏修啊，因为中国那时候跟共产党就是开始有一些嫌隙的时候，毛泽东说你是苏修啊，就是苏联修正主义啊，对啊。最近文化大革命50周年，你去看一些纪录片，非常惊人的。是啊，就是你现在回去看那些影像，你都觉得怎么会有人会做这些事情？对，全中国的铁路是免费学生坐的，你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批斗任何的人。对，然后我看到那个影像，我就那整个国家陷入了10年的疯狂期啊。对，疯狂期，然后大家都不用生产了，光是北京就死了多少人。星际大战上映的背景就是大概是文革那时候，文革之后的时候，我感觉美国人现在会觉得中国渐渐要逼近他们了，以科技实力，美国人就觉得不爽，投机分子。我觉得我实在是很替美国人讲话，真的。我大致现在讲一下星际大战的一个世界观，在这个银河系里面存在很多行星啊，每个行星都有它独特的文化，还有很多外星人。是，然后很多人看不下去星际大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多奇奇怪怪的外星人，一些会跳舞的外星人，蛮有趣的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啊。而且他外星人会弹爵士乐，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小时候觉得莫名其妙。之前还有一部也是像这样的，啊，也是风格很强烈，《第5元素》，你还记得吗？但第5元素是发生在地球，是吗？对，发生在地球啊。就是说，他们还不是还有一个外星人唱声乐？那是12元星球，他的故事还是要拯救地球。在很多星球里面，有一个专门控制整个星球的组织吧，像欧盟那样嘛。对，就是联盟啊，联盟。对，就像联盟一样。对，但在联盟之下又有很多不一样的联盟，像首部曲就有贸易联邦，对，就控制大母星球。我觉得卢卡斯应该也是参照现在这个世界的状态啦。在那个世界啊，有一个银河共和国，它只是一个组织，很像是联合国的意思。其实每个星球都是独立的个体，它其实是一个空壳子。成员国他们真的要怎么样，他也无法做出什么行为。但在共和国里面有个机制，有决定议会的存在。决定议会是这个银河系里面的仲裁者，像议长，他可能要了解这里是不是出事了，例如纳普星可能出事了，被贸易联邦封锁，决定议会就会派决定武士去探查是不是真的。这个故事大概从这个起点开始。那之前有一个星球不是被挖沙子吗？然后后来被干掉，被挖沙子，就是那个沙丘，对，杀你妈，不一样的星球啊。其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从沙丘衍生过来的，很多设定像沙漠的星球的设定、塔图因的设定，都是从沙丘来的啦。在这个星战故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原力。原力 ，The Force。那你可以讲一下什么叫原力吗 ？The Force with you， 就是一种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对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就是要绝地武士才会有的能力。是。原力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中每个生物里面，每个人都有的东西。有些人多，有些人少。其实它是看你的血液里面的米粒原虫。你血液里面的那个原力多，不代表说你就是会操控它。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只有绝地武士们能够很熟练操纵这些事情，他们可以用原力去操纵人心。是，对，然后去操纵他们手中的光剑。我必须问一个问题。星战这个系列。你觉得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最吸引我的地方哦，飞来飞去的飞船吗？不是，我觉得是整个世界观跟它整个就是悲剧性也没有，我觉得是创造性。像我最喜欢的都是比较有创造性的，就是像是安纳金比赛飞船那一段，
照这个顺序来讲啊，因为一开始是新希望嘛，一定不是银河共和国的时期了，对已经是帝国时期了。对对对，你对那个世界感觉到是很丑陋的，可是你隐约从欧比王身上听到说，哦，曾经有个绝地武士这个组织。首部曲其实你就看得出这个组织其实是一个很腐朽的组织，对很陈旧。像他无法接受安纳金，他觉得他年纪太大了，对他不适合训练。这个设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安纳金真的是容易受到他的情感情绪波动，对波动。他妈妈死了，但他梦见他女友快死了，这件事情好像他堕入黑暗面这个原因。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写的是蛮好的。我觉得在那个世界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你还记得在《西斯大帝的复仇》，Samuel Jackson 有演个角色媚史云度。他就是跟西斯大帝一起打架，对吧？然后安纳金在旁边不是本来要陪媚史云度去逮捕西斯大帝，最后杀掉了媚史云度。这些东西，我认为啊，西斯大帝复仇有魅力的点，能够说服我的点，就是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绝对正义、绝对真的反派。西斯大帝这个角色，他操控人心的方式。我觉得跟很多像希特勒啊去玩弄语言、操控人的方式是很类似的。绝地武士不是会随便杀人的。你假如知道议长是白虎廷，他其实是西斯大帝的话，对，你应该是用正当的方式去逮捕他，对，而不是立刻把他杀掉。在那个充满戏剧性的冲击性里面，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好看的地方。好难去解释这个到底是谁是对谁是错。其实我们都知道媚史云度是好的，因为媚史云度他知道说你假如现在不杀掉。后面会更麻烦，对他也是对的，可是他实际上在做错的事情。我觉得罗卡斯其实是蛮危险的，对，写成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很漂亮。后来的东西都合理了，这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会吸引我的点。首部曲上映的时候是我小6的时候，这么小，我那时候上国1的时候，我会跑去台中2轮戏院看，再多看几次。那时候吸引我的是画面的特效的东西，那个世界做的好丰富哦。首部曲跟《星际大战》3部曲。故事有一点点像，它这是一个结构啊，好莱坞的黄金叙事结构啊，它每一部都是这样子，它到最后一定是一个大混战啊。其实西斯大帝的复仇是最不一样的，它的结束是黑暗得胜，所有的正面的正义的力量都要躲藏起来。你看那个尤达，不然他们不躲起来，他们会被杀。但还是有个大混战，西斯大帝跟尤达的对战，还有安纳金、欧比王的大战。欧比王等于是把安纳金弄得残废了。你能够知道说，他们一路走来，欧比王是继承了金奎刚的遗志，要训练这个徒弟，然后而且他们就像兄弟一样。可是他最后竟然选择了黑暗那一面，他们都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想要救他所爱的人，他越陷越深，他也出不来。就像那个谁讲，尼采，当你看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但越陷越深，其实你也很难从中逃脱啦，我觉得。那这样安纳金其实也是欧比王的责任吧？我觉得你们都会读戏，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徒弟跟佩妮，还是他知道。第2集复制人全面进攻，结尾就结婚了。绝地武士可以结婚吗？你一个师傅不知道你徒弟跑去远方结婚，你还算他师傅？很放任的师傅啊。但我还是蛮喜欢尤达的。你以前都觉得尤达是一个就是老顽蛋，就有3部曲的时候是个老顽蛋，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就是怪怪的，就很像个老顽童的感觉。前段3部曲展现他的武艺，但整个还是被灭掉了。绝地武士还是拜拜的。其他绝地武士好烂哦。其实他们很善于去伪装自己，而且他们很善于去发展。其实他们好像是就共产党啊，用一些语言去魅惑你，明知是错的事情你还继续做，越陷越深。我觉得其实整部《西斯大帝复仇》的核心，它就是一个悲剧。Chosen One， 天选之人怎么会变成银河系最大的恶魔？罗卡斯他曾经解释过，权力的光明面和黑暗面最简单的分法就是一个是无私，一个是自私的。安纳金假如是无私的人的话，他就不会为了他的老婆要死这件事情而去堕入黑暗面，可他就是自私的。你觉得安纳金堕落是因为西斯大帝吗？还是因为他自己？我觉得是因为西斯大帝运用他的弱点。安纳金那个议题有点讲到现在很夯的东西，叫做身心灵。身心灵吗？沐浴身心灵。对对，他其实需要就是了解自己，疗愈自己，他应该放下执念了。你觉得这简单吗？不简单啊。好，你有一天老婆可能生重病死掉好了，有一个人跑出来跟你说他有办法救他。讲比较现实的好了，就像我这个年纪，我42岁了嘛，然后我有朋友在这个年纪离婚，有走不开的人，他就会开始每天喝酒怪对方，找心理就好了。10几年了，突然之间这个人就因为某些理由跟你离婚。我们在讲安纳金，我讲对，我就是心理嘛，我觉得讲心理状态，就是你放不下那个执念，你就很容易
堕落下去。像我那个有一个朋友，就是堕落下去以后就忧郁症，他有好工作吗？公司老板。生活过太好了，忧郁症是不存在一些贫穷的人的，因为他没有实践过忧郁症这个。对，但是他后来一路公司就往下坠啊，就是放下执念了。讲回安娜金好了，佩敏，他真的会希望他复仇吗？我觉得他身为一个纳普星曾经的统治者，后来是纳普星的议员，你明知道绝地武士有戒律的，你对他这个人伸出魔爪，你明知道他的职业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议题，和尚被魅惑。你都是和尚，你检点一点好不好？你不要当和尚，你就还俗啊！金基德也有拍过一样，春去春又来，反正春去春又来，非常好看。金基德是我觉得亚洲最厉害的导演。星际大战三部曲就是春去春又来。我懂你意思啊。对，就像你讲春去春又来是一个循环，一个轮回哦。哦，真的哦，就像你讲的，他被魅惑啊，然后就不选择修行，选择往人性靠近。你就还俗就好了，你什么都要。对你们两个其实好好的去大火星去隐居就好了。那个绝地武士可以还俗，可以好不好？他还俗，他原力还在，他怎么还？我就不想当绝地武士了，我要放下屠刀了。所以他把光剑还回去。都可以啊，随便怎么样。对啊，光剑是绝地武士绝地议会做的吗？它里面有矿物啦，你有看逝者吗？我没有看，听说很烂。但我很喜欢那个里面的一些角色，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故事真的蛮烂的。其中的角色未来应该是白虎亭的老师，所以逝者是在更早以前的。银河议会，然后绝地武士都是到极盛时期了。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变成星际大战的黑历史？我觉得他故事不好好讲。欧比王影集也蛮难看的，我自己很不喜欢。我必须讲说，星战电影10几年前是那个样子，欧比王影集光剑决斗是那个样子。我回去看其实杀一的复仇就好，那个光剑很帅，对对。你觉得你光是看那个光剑的决斗的场景，可以看到尤达把他的小小的空间伸出来，可以跟希拉利就是决斗，你就觉得值回票价了、哦。我慢慢做个结尾了。他这个角色实在太悲剧性了。你还记得他2部曲的时候，也蒙了他妈妈快死掉了。他回去救他妈妈，可是他妈妈已经被那个好像沙漠族人杀死。安娜金还杀掉那些沙漠族人。他后来告诉佩米这件事情，其实这不是绝地武士的该做的事情。我觉得爱某个状态会让我们盲目，所以你需要是更了解自己啊，而不是一直去牵绊。我要讲的是牵绊，你对这个人的爱是正面的。当你所爱之人会受到什么伤害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但这也是我们的人性啊，人就是逃不出这个东西。爱最愚蠢的就是当你觉得我给你那么多，你给我的回馈让我觉得你好像没有重视我的，我觉得这是最愚蠢的。你给那么多的时候，你没有去想说对他到底有什么意义，不能就是拿爱当借口。很多人把妹不顺，怨天尤人的那种过程。把妹不顺，干嘛要怨别人啊？我曾经会这样子，但我后来就觉得，我宁可不要这些东西。我更爱我自己，更爱我家人。例如说，你爱你家人，你要他什么回报？回报并不是我要你热脸贴冷屁股。我母亲节叫我妈去看《歌剧魅影》嘛，我就很怕我妈会讲什么谢谢之类的。真的？对，就不要讲这种话。我觉得家人干嘛讲谢谢这种东西？我不会要求他有什么回报。星际大战对你来说多重要？他对我的重要性1到10分，我大概给他9.5。哦，对，很高哎。没有他，我有我对电影的热爱或启蒙了。我就是看一个很无脑系列的一个科幻电影所启蒙的。威胁潜伏评价多低，你看一下。但我就是喜欢 Jar Jar Binks， 不行吗？我就是喜欢假爸，不行吗？假爸的名字很好笑，叫爸。而且那时候我看是录影带哦，那时候出精装版嘛，就是好像是上映20年。但我看完想说这什么东西啊？但还是觉得很好看，就不用动脑，你知道吗？对我来讲应该是8.5分，蛮高的。其实我小时候我比较喜欢看 Star Trek， 就是银河飞龙，因为我觉得 Star Trek 其实更无脑，比较像回合制。我的建议啦，就是讲罗拉汉好好拍《星际争霸战》就好，不要来弄《星际大战》，这个搞烂了，你知道吗？真的，白虎亭又跑出来，复制人又跑出来，然后天空一大堆帝国舰队，然后你在搞什么东西？结束方式又是那么烂的结束方式，迪士尼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啊。延伸影集是一个蛮值得讲的东西，因为亚苏卡啊、曼达洛啊、复制人大战是台湾代工的，真的哦，对对，酷哦。MIT 在台湾哦，好啦，那今天老兵聊电影就在这边喽。好，记得要爱台湾，好不好？好，拜拜，好，拜拜。